清晨时分，天空突然传来尖锐的警报声，台湾民众睡眼惺忪，一脸茫然。这是地震警报吗？不，是导弹来袭的警报。假如有那么一天，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攻击，我们的天空可能会密布导弹的身影。解放军的导弹如同下起一场漫天花雨般的攻击，目标直指机场、雷达站、指挥中心等关键设施。然而，台湾真的会在瞬间被击垮吗？别忘了，台湾早已为此准备多年，各种防御措施层层设下，绝非任人宰割的软柿子。今天我们就来一次轻松有趣的战略大解析，从天上的导弹攻防，到空军如何躲过第一波打击，再到海军如何避开封锁，陆军如何严防死守，让大家看看台湾的海陆空三方面都有些什么看家本领。如果战争爆发，最先到达台湾上空的很可能不是敌军战机，而是一阵铺天盖地的导弹雨。解放军很可能实施所谓火力围岛作战，发动密集的导弹攻击，企图在第一时间瘫痪台湾的防空系统和作战指挥。短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远程火箭炮都会一齐上阵，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漫天花雨暗器，让人眼花缭乱。他们的策略很简单，就是用数量优势压垮台湾的防御，把机场跑道炸出弹坑，雷达站炸成瞎子，指挥通信体系打成聋子，让台湾军队一时间看不见、听不着、飞不起来。面对这密集的导弹攻势，台湾并非毫无招架之力。首先撑起保护伞的就是台湾部署的反导防御系统。美国提供的爱国者导弹和台湾自制的天宫系列导弹是台湾防空网的双核心。这些防空导弹就像球场上的守门员，专门拦截空中来袭的球。爱国者导弹曾在海湾战争中大显身手，如今在台湾肩负着拦截解放军短程弹道导弹的重任。天宫系列则是台湾自主研发的骄傲。最新的天宫3型号称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可以在大气层外迎击来犯的弹头。当然，再好的守门员也不可能每球必挡。解放军如果一次齐射上百枚导弹，台湾的爱国者和天宫也会面临弹药耗尽、防不胜防的窘境。所以台湾的导弹防御讲究层层防护，多拦截。远程有预警雷达，提前发现威胁。台湾在新竹乐山部署了一座大型相控阵雷达，据说可以监视上千公里外的导弹动态，提前数分钟预警，就像给守门员指明球将从哪儿飞来。中程距离上有爱国者和天宫等主力反导系统进行硬拦截，近距离则依靠天剑、防空炮等武器担当最后的球门线救险。如此多层次的拦截下来，解放军的导弹雨至少不会让台湾措手不及，可以保住一些关键命脉设施不被一波摧毁。台湾也深知光靠拦截是守不住所有攻击的，于是还有被动防御这一手，就是把重要单位藏起来，分散开。比如指挥中心和通信中枢都深藏在山坡下的加固碉堡中，就算地面建筑被炸毁，地下指挥所依然可以运作。各基地也进行伪装和诱饵布置，让弹打到假目标。甚至有传闻，台湾早就规划了关键部门的备份位置，一旦某处被毁，马上启用备用地点继续运作，绝不让解放军一锅端。如果导弹攻击的目的是要让台湾飞不起来，那么空军如何在狂风暴雨般的打击下保存实力，就是战争初期的关键。解放军肯定很想在开战第一天就摧毁台湾的战机，毕竟只要掌握了制空权，解放军后续的战术行动就会轻松不少。所以台湾空军这些年一直在玩一场生存游戏，目的就4个字：保存战力。台湾空军最引以为傲的招数之一，就是把战机藏进山洞里，听起来像电影情节，但这货真价实。在东部花莲的山脉里，有一个号称可容纳上百架战机的巨型山洞基地。平时看似一座普通的山丘，里面却别有洞天，坚固的机堡隐藏在岩层深处，战机可以从隧道进出，神不知鬼不觉。这就像给战斗机打造了一个山洞宝箱，当外面的机场跑道被炸得满目疮痍时，里面的战机却安然无恙。当然，藏在洞里也不能一直不出来打，但至少能躲过第一波轰炸，保存实力，再寻机反击。除了躲藏，空军还有一套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绝活，就是快速抢修跑道。假设机场跑道真的被导弹炸出一个个大洞，
难道飞机就永远飞不起来了吗？别忘了，台湾空军每年都进行紧急跑道修复演练，工程兵们仿佛 F1 赛车的维修团队，一声令下就冲上跑道，填坑的填坑，铺钢板的铺钢板，争分夺秒为战机重新开辟起飞之路。有时甚至不等水泥完全干透，战机就在临时修补的跑道上冒着灰尘起飞了，可谓惊心动魄，又让人拍手叫绝。更绝的是，台湾还有备胎跑道，没错，就是高速公路。台湾在几条高速公路路段预留了战备跑道的功能。每逢演习，我们都能看到公路突然封闭，工程人员把中间的分隔带拆除，清理路面，当作临时机场，让战斗机直接在公路上起降。想象一下，平日车水马龙的高速路上，突然有 F-16战机呼啸降落，加油装弹后又腾空而起，这不是谍战大片吗？这些高速公路跑道就像空军的隐藏卡牌，一旦主要基地跑道瘫痪，战机还有后路可走。如此一来，解放军就算千方百计炸毁机场，也难以保证台湾空军完全飞不起来。只要有几架战机升空，台湾的天空就还没有被对手彻底控制。当然，空军为了保存实力还有其他招数，比如将战机分散到不同基地，不给对方一锅端的机会，利用假目标吸引敌方轰炸，战时甚至可能把部分战机转移到更安全的海外基地暂避锋芒，只要国际情势允许。总之，台湾空军不会傻傻地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是尽可能提高自己在最恶劣情况下东山再起的概率。这场生存游戏玩得好，战机就能重新升空，继续捍卫领空。聊完了天上的较量，我们把视线转向大海。台湾的海军舰艇同样面临开战初期被先发制人的风险。毕竟军舰不像战机，可以躲进山洞或开上公路，一旦停泊在港口，就可能成为敌方导弹和鱼雷的靶子。历史上曾发生过海军被堵在港内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例如清朝末年的北洋舰队在威海卫被日军封锁港口，最终弹尽传承。所以台湾海军早早制定了应对之策，称为威海计划。别看名字提到威海，其实就是要吸取当年威海卫的教训，千万别让自家舰队重蹈被一网打尽的覆辙。首先，从硬件上解决港口被封死的问题。台湾最大的海军基地左营军港，过去只有一个狭长的出入口，万一被击沉船只或瓦砾堵住，里面的舰艇就成了瓮中之鳖。为此，威海计划投入巨资扩建左营港，兴建第二个出海航道，就像在家里多开一道门，以防火灾时唯一的门被堵死。这个工程相当浩大，要在巨大的防波堤间再凿出一个通道，施工过程也备受关注。据说整个计划耗资数百亿新台币，新航道预计在2027年底完工。届时左营港将拥有东西两个出入口，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港里的军舰都多一条生路，不会被一招锁死。其次，还有一种更灵活的策略，那就是不开港，在外头晃。所谓远海机动，就是在紧张局势升高时，海军的主力舰艇干脆驶离港口，部署到公海上待命。与其在港区坐以待毙，不如在大海上打游击。因为茫茫大海之中，找到一艘刻意机动藏匿的军舰，可比攻击固定港口难多了。对台湾来说，战争一旦迫在眉睫，军港里可能就见不到几艘大舰了，估计都提前开出去散步了。比如驱逐舰、护卫舰可能部署到东部太平洋一侧，利用东部海域远离大陆导弹射程，再加上中央山脉作为屏障的优势，躲过第一轮打击。再比如，潜艇更是会立刻潜伏深海，静静等待时机。台湾目前虽然仅有少数几艘潜艇，但每一艘都是让对方头疼的隐形杀手。海军的远海机动就像当年躲避台风，把船开到外海去，随着风浪起伏，也比系在港口被浪打烂强。只不过这次避的不是自然风浪，而是导弹和封锁。通过机动，台湾的海上战力不容易被一锅端，可以保存下来，伺机而动。舰队只要尚存，解放军在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时就不敢掉以轻心，因为背后始终悬着一支游弋的舰队。这种不定时炸弹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当然，舰队出了港并不等于高枕无忧，接下来就是一场海上的猫捉老鼠游戏。解放军拥有世界上规模庞大的海军，
各式反舰武器自然不少，从空中发射的鹰击系列反舰导弹，到潜艇水下发射的鱼雷，再到号称能打航母的东风反舰弹道导弹，都可能对台湾舰艇构成威胁。如果开战时，台湾的军舰胆敢出现在台海附近海域，恐怕很快就会面临箭如雨下的处境。几架解放军战机可能在数百公里外齐射多枚反舰导弹飞向他们，附近海域潜伏的敌方潜艇也可能悄悄跟踪攻击。可以预见，台湾海军必须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以小博大，难度不小。台湾的军舰也不是毫无还手和防护之力。首先，每艘主力舰上都配备有各种自卫武器和电子对抗手段，比如舰上的防空导弹和高炮，可以尽力拦截来袭的反舰导弹。舰艇还有干扰丝和诱饵弹，在发现被导弹瞄准时迅速释放，制造假目标干扰导弹的雷达。这有点像章鱼遇敌时喷墨制造烟幕逃生，让对方看不清真正的位置。此外，一些台湾舰艇装备有近防炮系统，就像一个360度无死角的机关枪塔。当反舰导弹逼近最后几公里时，近防炮会疯狂射出密集弹幕，将其在空中打成碎片。场景就像用猎枪打飞碟一样惊险。除了躲避导弹，台湾海军还得提防水下的黑影，也就是解放军的潜艇。对岸潜艇部队规模不小，如果他们在台湾周边海域埋伏，台湾舰队稍有不慎就可能吃上一枚鱼雷。为此，台湾非常重视反潜作战能力。海军的舰艇配备声纳系统，专门聆听海底的动静，一旦侦测到可疑的潜艇噪音，就会投下反潜深弹或鱼雷，并呼叫反潜直升机支援。台湾空军也有 P3C 型反潜巡逻机以及其他侦察无人机，可以在空中长时间巡弋，用雷达和声纳浮标搜索潜艇踪迹。可以说，台海周边的水面下同样是一场暗战，一边是潜艇像幽灵般游弋，另一边是巡逻机和驱逐舰如猎犬般搜寻。不夸张地说，每发现并吓跑或击沉一艘敌方潜艇，都能大大降低台湾舰艇头顶上的威胁。话说回来，就算台湾舰队竭尽全力自保，在绝对数量上仍处于劣势，正面对抗解放军庞大的海空力量并不现实，所以台湾海军更可能采取打了就跑，保存实力的战术，伺机而动，不贸然决战。他们的目标不是歼灭对手，那不现实，而是尽可能拖住对手，保护自身，并等待攻击良机。一旦解放军开始对台登陆，台湾舰队才会寻机出击，例如突袭运补船团或孤立落单的敌舰。换句话说，在决战滩头之前，台湾海军会像一只隐忍的猫，躲过狂风暴雨般的追杀，而一旦战机出现，又会如猛虎扑向敌人弱点。能不能成功，就要看战时具体状况和双方的谋略了。但至少台湾海军不会坐以待毙，而会拼尽全力为国家争取每一分战机。假如前面的空中对抗和海上较量都未能让解放军放弃野心，那么最艰巨的一幕就会登场。接下来就是渡海登陆的地面决战。正所谓登岛一战定乾坤，解放军若想真正占领台湾，最终还是得派遣大批部队跨越海峡，在本岛登陆。然而，在陌生海岸实施两栖登陆，是现代战争中最复杂、最危险的行动之一。对于台湾来说，这反而是守军最有利的战场，因为他们占尽地利，早已筑起了钢铁海滩。台湾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多年来把可能的登陆海滩都研究了个遍，从地形、沙质、水深、潮汐，到周边道路可用作掩体的地物，全都了如指掌。许多重点海滩附近早就布满了据点和射击阵地，一旦敌军船只接近，岸上的重炮、火箭、反舰导弹会先招呼，让登陆艇还没靠岸就吃上见面礼。就算冒着炮火登上海滩，等待他们的还有层层障碍物，像铁丝网、巨马、陷阱、地雷之类，让登陆部队举步维艰，如同掉进鬼打墙的迷阵。而防守方则利用熟悉的地形，从岸堡、掩体中居高临下射击，把滩头变成一片炼狱。解放军尽管号称两栖作战旅训练有素，也装备了两栖战车等突破利器，但在弹雨横飞的陌生海滩上，攻方始终是吃亏的一方。守军也不奢望一定能把敌人赶下海，
虽然真能赶下去当然更好，但主要还是要牢牢持制，困住他们，把登陆场变成一个绞肉机。比如台湾陆军拥有号称地表最强的各式反坦克武器，从美制标枪导弹到自制的红隼火箭筒，都在等待着那些刚从登陆艇里开出来的坦克战车。一辆又一辆敌方载具被击毁，瘫痪在沙滩上，就会形成新的障碍物，把后续登陆的路线堵得更死。同时台湾也会把预备队调往登陆点附近，伺机发动反击。在滩头苦战的解放军部队很可能在立足未稳之际，就遭到四面八方增援部队的猛烈反冲击。这就是岛屿防御战的优势，守军内线调动快，而进攻方却要从远方运增援。说到增援，就不得不提后勤补给线的问题。登陆战不同于空袭，光打一波不行，攻上岸后需要源源不断运人运物，才能把一个滩头据点扩展为全面占领。如果后续输送被切断，即使冲上岸的部队再勇猛，也会因弹药粮食耗尽而被反击驱逐。所以台湾防守的杀手锏之一，就是抓住切断对方的渡海补给线。怎么做呢？前面提到的海空战力这时就派上用场了。残存的台湾空军战机、海军舰艇乃至岸置导弹都会集中火力攻击对方运来的船团。一艘满载补给和增援部队的巨型登陆舰，要是被一枚雄风反舰导弹命中瘫痪，效果不亚于让敌军登陆部队挨了一记闷棍。敌军可能突然弹药告急，医药告罄，连饮用水都成问题。而且台湾还有特种部队、潜艇等，可以渗透突袭敌方后方的运输船只甚至港口。如果说登陆在台湾岛上的解放军部队是孤军深入，那么他们的命脉也就是跨海的补给线，犹如一根脆弱长链，正被守军千方百计地剪断。只要链条断裂，登陆部队就会像断线的风筝，最终被困死在滩头或推进途中。此外，台湾地形多山多城镇，就算敌军突破滩头，迎接他们的将是复杂的街巷战和山区伏击，每向前推进1公里都可能付出高昂代价。可以说，岛上每一栋建筑、每一座山头都可能成为堡垒，让进攻者仿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如果台湾全民动员抵抗，那更是攻方的噩梦，后有断粮之虞，前有巷战之险，左右还有游击队偷袭，可谓步步惊心。所以登陆滩岸只是炼狱的开端，后面还有连环地狱在等待着不速之客呢。讲到这里，聪明的你可能已经发现，台湾整体防务思路其实就是以小博大，以逸待劳，攻其不备。这些都属于军事上的不对称作战思维。简单说，就是以弱制强，4两拨千斤，不和对手正面硬拼，而是用巧招妙计让对手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台湾深知自己面积不大，资源有限，单靠传统武器比拼在数量上绝不可能追上对岸，于是把重心放在那些能让小兵立大功的战法和装备上。首先，岸基导弹部队是台湾不对称作战的王牌之一。别看他们平时只是藏在机库或地下室里的发射箱，但关键时刻能射出令敌人心惊胆战的利箭。比如台湾自制的雄风系列反舰导弹，机动发射车可以伪装隐藏在山道、树林甚至厂房里，战时突然开到海岸线，架起发射架，嗖的一下就把导弹射向数十上百公里外的海面，一发不中可以再来一发，而且发射车立刻转移，敌人想反击也找不着踪影。即使解放军舰艇外围布下防空网，但面对四面八方不知从哪个渔港小道钻出来的雄风导弹，心里也得打鼓吧。除此之外，台湾也从美国引进了岸置鱼叉导弹，同样擅长躲猫猫式的偷袭。只要台湾岛还屹立不沉，四周的海岸线就如同布满了暗藏的刺猬刺，一有机会就狠狠扎向靠近的敌舰。其次，各型小艇大战大舰也是台湾不对称策略的重要环节。台海周边平时渔船商船众多，战时台湾海军那些隐蔽在港口和离岛的小型导弹快艇、无人艇，完全可以混杂其中，等待时机出击。一艘几十吨的小快艇平时不起眼，但如果装上2枚威力强大的反舰导弹，就变成了会移动的发射台。他们可能在夜幕或风浪掩护下贴近敌军舰队，突然齐射导弹，然后掉头就跑，或者干脆隐身在渔船群中。不对称的精髓就在这里。大国的重型军舰再强，难道要每条可疑渔船都开炮吗？
敌人每分散1分精力在这些小威胁上，主力行动就慢1分。而这些小艇只要运气好，一击命中，对方损失的可是一艘数千吨的大舰。这样的交换比，台湾当然乐见其成。再一个，不对称利器就是水雷。别看水雷老古董，2战时就用烂了，但用好了照样让现代海军头疼。台湾沿岸，尤其是在可能的登陆点附近海域，一定会布设大量水雷。有些是战时由海军布雷舰迅速投放，有些可能平时就秘密布下等待激活。一旦敌军登陆，编队航行路径上安家落户了水雷，对方的2栖舰船就得提心吊胆，速度一快就怕一头撞上暗雷，像撬罐头一样把船底撕开。慢慢扫雷吧，又耽误宝贵的登陆时机。而每一次延误和慌乱都是台湾防御部队的机会。除了传统水雷，台湾还在研发各种智能无人装备，例如小型无人机、无人潜航器等等。未来也许会出现自杀无人机蜂群扑向敌阵，或者微型无人艇贴近引爆，这些都属于以小博大的典型战法。最后，不能忘了潜艇，这玩意儿本身不小，但如果只论数量，台湾潜艇相比大陆依然是寥寥无几。然而潜艇素有海底幽灵之称，哪怕只有1、2艘潜伏，也足以让敌方寝食难安。台湾多年努力自主研制潜艇，终于在前几年推出了第1艘自制潜艇，未来还计划陆续建造更多，每增加1艘都能扩大在台湾东部深海的巡逻范围。潜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以等敌人大型军舰和运补船团通过特定海域时，再悄悄跟上，在对方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发动攻击，打1发鱼雷后立即溜走，下次换个方向再冒出来。这种威慑完全作用于心理层面。解放军海军永远要提防不知道哪儿藏着的台湾潜艇，航行和作战就无法全情投入。有台湾将领曾比喻，非对称战力就是要让敌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如履薄冰，稍不注意就踩到陷阱。说了这么多战法和装备，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决定战争胜负，人。台湾能守多久，最终看的还是人心和意志力。近年来，台湾不仅增加了国防预算，采购先进武器，也在积极强化全民防卫的理念。毕竟武器买再多，如果没人敢用、不想用，或者后方民心一溃散，前线再怎么顽强也撑不住。所以心理建设这件无形的武器，看不见摸不着，却至关重要。先说硬件投入，台湾的国防预算近年来节节升高，创下历史新高。从添购 F-16V 战机、远程精准导弹到自研潜艇，量产各型导弹，钱确实花了不少。就拿2023年来说，年度国防预算接近6000亿新台币，比10年前增加了将近1倍。政府也动用特别预算来加速关键项目，例如投入数千亿量产导弹和无人机，目的就是快速强化不对称战力。这些真金白银砸下去，不仅买装备，也是买时间、买和平。对岸如果看到台湾年年进步，今天多了反舰导弹，明天多了防空导弹，可能就会多几分忌惮，心想这刺猬不好捅。我们常说备战才能避战，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但光有武器还不够，人民的精神韧性同样是国防的一部分。为此，台湾在全民国防教育和心理建设上下了不少功夫。学校增加了国防通识课程，教学生基本的防灾、防空知识。政府也出版了战时生存手册，指导民众万一战争来了该如何避难、储备物资、自救互救等。每年全台还举行万安演习，白天街头拉响警报，大家按规定迅速进入防空避难处。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让民众熟悉万一空袭来临的应对流程。甚至民间也有一些自发组织的防卫培训，学习急救、消防，甚至基础射击，目的无他，就是要让每个公民都有些心理准备，而不至于真开打时手足无措。同时，政府和媒体也在努力塑造一种决心抗敌的社会氛围。看看海岸另一边的乌克兰，全国上下奋起抵抗强敌的画面，给了台湾民众极大震撼和启示。的确，如果有一天我们也面临存亡之战，每个人都可能是战士，哪怕不是拿枪上前线，也是后方支援、维持社会运转的一份子。现代战争不仅是军队的对决，更是全民的考验。只要民心稳、意志坚，敌人就算一时打进来，也难以长久占领。台湾平时民主自由的生活看似与战争八竿子打不着，
但关键时刻，正是这种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会转化为保卫家园的勇气。俗话说，人心一举，均无斗志，反之亦然。只要全民抱定决心，绝不做第二个香港，绝不当亡国奴，那解放军就算来了，也很难真正征服台湾。总的来说，面对解放军可能的强攻，台湾并非孤立无援的羔羊，而更像一只浑身是刺的刺猬。空袭也好，封锁也好，登陆也好，每一步敌军都将面临棘手难题。台湾不是在等死，而是步步为营。你来，我就躲过锋芒再反击；你疲，我就抓住机会猛打一把；你进，我就让你进得来出不去。正是凭借这种以守为攻、以小制大的谋略，才能在险象环生的态势中求生存。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战争没有人是赢家。台湾准备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挑衅或好战，恰恰是为了避免战争，把自己的盾牌磨砺的锋利，让敌人不敢轻启战端，这才是最高明的战略。正所谓孙子兵法有云，不战而屈人之兵，意思是说，最好的胜利是不必开战就能让对方知难而退。我们都希望两岸永远不要走到兵戎相见的那一步，但如果那一天不幸来临，至少台湾已经做好准备，让入侵者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毕竟，这片土地上每个人所热爱的自由和生活，都值得我们奋战到底去守护。